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袁成。先别谈八卦，我们要看的是后坐力。于朦胧事件发生1个月后，那场风暴没有平息，反而在加速扩散。粉丝在喊，资本在逃，高层在跑，导演在崩溃，整个娱乐圈都在震动。第一声爆，粉丝集体刷屏快跑，不是骂街是护人。尹浩宇回魂记爆红，留言区一片别成为下一个于朦胧，热搜没升上去，却生出了恐惧。第二声爆，导演程青松压力爆表，亲口喊报警。他说自己被网暴威胁生命，但网民冷笑，害人怕报应，还想报警。他晒出微信截图自证清白，田海蓉立刻反击，一句我在处理事情，成了舆论场上最诡异的伏笔。有人越变越乱，有人越洗越黑。第三声爆，资本崩了，芒果超媒2天跌掉11%，市值蒸发76.7亿，1个月内股东户数骤减近30%，股民用脚投票，给出的评语是不信。第四声爆，高层跑路，于朦胧出事前1月，天娱总经理个人原因离职，事件刚爆发，又有副总闪辞，前后呼应得像剧本。公司回应2句官话，不存在未披露消息，暂无更多内容。市场只剩1句，不买账。第5声爆，民意反扑，红色大片红种还没上映就全网抵制，豆瓣官评首映里2位主演缺席，观众没吵架，直接不买票。第6声爆，全球回音 ，Avasa 连署超过35万，好莱坞星光大道挂出横幅。有人统计，事件全网总浏览量超过1000亿次。你可以删字，但世界在备份。一边是意外坠楼的官宣，一边是灵魂追问的海啸。有人消音，有人开麦，有人逃避，有人兑现。真正的冲突不是谁对谁错，而是真相和恐惧，哪一个先被掩埋？今晚我们不重述传闻，只看后效应。粉丝行为变了，资本信心崩了，舆论规则倒了。一个年轻人的离开，撕开了整个体制的裂缝。Netflix 华语悬疑影集《回魂针》10月9号上线，隔天已经迅速冲到台湾 Netflix Top 10榜单的第1名。上线第3天，香港、台湾 Netflix 都排第1。泰国、越南排第3，人人视频热播榜、热搜榜也全都排第1。豆瓣书影音电视榜实时第2，还上了2个微博高位热搜。尹浩宇在剧中扮演与奶奶相依为命的伊森，却在某天失去挚爱，决定施展美男计，助力舒淇扮演的汪慧君和李心洁扮演的赵静复仇。因为出众的外貌、出色的表演和惊人的语言能力，尹浩宇在全亚洲掀起火热讨论。10月13号，尹浩宇在中国大陆微博的明星超话，阅读量已经达到61.8亿，粉丝80多万。中国网民们热赞：超棒的回魂针，超棒的尹浩宇。回魂针是一部将悬疑、灵异和伦理拷问揉在一起的都市复仇剧。舒淇饰演的心理医生汪慧君，在一场悲剧中失去家人。李心洁饰演的赵静与那场悲剧存在关键交集，多年后2人命运再度缠绕，一场跨越记忆和生死的回魂实验启动。科学试图唤回逝者的意识，却让真相和幻觉的边界全面坍塌。尹浩宇饰演的伊森看似单纯，实则握有关键秘密，既是复仇计划的推手，也是所有线索的引爆点。全剧核心抛问：人在罪与忏悔之间，真的能重生吗？尹浩宇的英文名字叫 Patrick，2003年出生，身高182公分，爸爸是德国人，妈妈是泰国人。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学霸冒险记。小时候在德国长大，11岁才到泰国，一开始连泰文都不会，结果硬是靠着努力考上了泰国顶尖高中。更厉害的是，他一边拍着泰剧《特长生毕业季》，一边还能拿到学业平均成绩点数 GPA 3.97的高分，满分可是4.0啊！尹浩宇在过去受访中曾经披露，经过3个月的紧锣密鼓的魔鬼训练，他的泰语才突飞猛进，才担任起学校的仪仗领队。后来
他又在完全不会中文的情况下，跑到中国参加选秀节目《创造营2021》，最后成功出道。粉丝们都昵称他为派派。2021年10月，尹浩宇参加超新星运动会第4季，获得卡丁车冠军和障碍追逐赛亚军的好成绩，并在体能测试中以5分钟速距圆周率小数点后115位的成绩和闭目单足力10分钟20秒的成绩，获得平衡与记忆力体测双冠军。2023年，他还同时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最后选择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可以说，他不仅有颜值，更有头脑和毅力。就是这样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在2025年5月官宣签约了天娱传媒。问题就出在这里，天娱传媒正是悲剧主角于朦胧生前曾经隶属的公司。粉丝们的恐惧来源于几个惊人的巧合和事实。第一，尹浩宇和于朦胧的长相有些神似，都是那种清秀俊朗的类型，这让很多关心于朦胧事件的人产生了一种不祥的联想。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天娱传媒的过往记录实在是太吓人了。有网友整理过，包括于朦胧在内，这家公司过往已经至少有9位艺人，比如大家可能还记得的乔任梁、本兮、任娇等等，都发生了非正常离世或失踪的事件。这让天娱传媒是内娱艺人墓园的说法在网上不胫而走。所以，当粉丝们看到尹浩宇这样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也签进了这家公司，那种担心和焦虑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害怕悲剧重演，害怕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也陷入那个深不见底的漩涡里。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粉丝的担心是多余的吗？或者说，这背后真的隐藏着什么样的规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接下来是工商时间。一个小伙子吃东西不小心咬到口腔内部，出现口腔溃疡，平常一般需要1周痊愈。旅途中试吃了一种红海参凝胶，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配方就是90%深海野生红海参，加10%的韩国红参，再加纯天然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而且1盒30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买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就在于朦胧离世后的这1个月里，天娱传媒和他的母公司在 A 股上市的芒果超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新浪财经的报道，就在10月9号和10号这短短2天，芒果超媒的股价累计跌幅超过了11%。这是什么概念？它的市值就这么蒸发了大约76.7亿人民币。一家如此庞大的上市公司，2天之内损失如此惨重，这绝对不是小事。资本市场是最敏感的，股价暴跌的背后是投资者信心的崩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到2025年9月底，也就是于朦胧事件发生后，芒果超媒的股东户数1个月内骤减了将近30%。这说明大量的股民正在疯狂抛售股票，用脚投票，逃离这家公司。比股价暴跌更蹊跷的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接连离职。10月9号，芒果超媒发公告说，副总经理罗泽军因为工作调动辞职了，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更巧的是，就在于朦胧出事前的仅1个月，8月13号，
另一位副总经理申亚东也以个人原因离职了。而这位申亚东，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从2020年起，他同时担任着天娱传媒的总经理。一个是事件发生后辞职，一个是事件发生前1个月就精准地离开了。这一切让高层跑路的说法在网上疯传，网友们的评论非常直接：咎由自取，报应来得真快，高层早就跑路了。面对这一切，公司的回应是什么呢？只有一句冰冷的官话：不存在未披露消息，暂无更多可提供内容。这种撇清关系的态度更像是火上浇油。于朦胧事件引发的火不仅烧向了资本市场，还烧到了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身上。这部电影叫《火种》，是一部吹捧中共的所谓主旋律电影，原定10月16号公映。按理说，这种电影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环境下应该是得到力捧的，但它现在的处境却是异常尴尬。为什么？因为这部电影的主演之一是一位叫田海蓉的女演员，而在网络上流传的关于于朦胧案的各种传闻中，田海蓉的名字一直被指和这一案件有关。尽管他本人和另一位被牵扯的导演程青松都发声明否认，说不认识于朦胧，但网友们显然不买账。结果就是电影《火种》还没上映就遭到了全网范围的抵制，在豆瓣这样的影评网站，片子的短评、长评和讨论区全部被关闭。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操作，显然是为了防止差评刷屏。网友们直接放话，因为田海蓉绝对不会去看这部电影，甚至要求将它定位为劣迹艺人，下架电影。抵制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距离上映只剩4天的时候，这部电影的全国预售票房只有区1.2万人民币。更尴尬的是，在北京的首映礼上，2位核心男主演傅大龙和姜武全都缺席了，也没有在任何社交平台为电影做宣传。这在电影宣传期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气氛可以说尴尬到了冰点。这把火还烧到了其他据传涉案的艺人身上。女星宋伊人的新戏传出被换角，焦麦琪、范世琦的演唱会也宣布取消。你看，这就是民意的力量。当人们的愤怒无处发泄时，他们会用自己能够使用的一切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导演程青松遭网友深度怀疑为核心涉案人，目前也压力爆表。他10月13号在微博发文说，网络谣言引发的网络暴力已经严重干扰甚至威胁到他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他选择拿起法律武器，正告所有造谣施暴者，却遭到网友嘲讽，敢害人竟然怕网暴，真是笑话。程青松被指参与了涉局害于朦胧的17人聚餐，为了自证清白，他火速在网上晒出了和田海蓉的微信聊天截图，试图证明案发当晚他一直在和老同学吃饭。不料快20天后，田海蓉突然发声明指控，程青松将2人的部分聊天记录断章取义的删减后公开，并说自己无法证明他的清白，让整个舆论场彻底炸开了锅。之后，田海蓉又披露程青松在宝格丽酒店等待期间曾给他发了一句我在处理事情，被认为是想暗示程青松在酒店瞒着他处理于朦胧的事情，想把自己摘干净。宝格丽酒店被普遍怀疑是于朦胧案的第2现场，而程青松则解释说，删掉这句话是为了让聊天记录的时间线更完整，因为多了那句话，下面的时间就看不见了。这一举动又让网友发现田海蓉稍早在2人吃饭时间上撒谎。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网友挖出9年前同为天娱艺人的乔任梁离奇离世时，程青松曾在微博上发了2个字好吃，然后秒速删除。而这一次就在于朦胧出事的当天，他又发了同样的2个字好吃，同样也是发了又删。这让网友怀疑乔任梁和于朦胧的异常离世都和他有关。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刚关注这件事的朋友会问，于朦胧的离世到底有什么疑点能引发这么大的风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9月11号，于朦胧被发现在北京某小区坠楼身亡。事发后，他的家人和前经纪公司都迅速表态，说是饮酒不慎导致的意外。
北京警方也发了通报，试图平息谣言。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网络上很快就开始疯传各种他生前疑似遭到极端对待的照片和影片，触目惊心。关于他因为反抗潜规则而被害的说法甚嚣尘上，甚至有爆料指他被囚禁了多日，地点包括宝格丽酒店和一个美术馆。面对汹涌的舆情，中共当局采取了他最擅长的一招——封锁。于朦胧这个名字在中国的网络上迅速成为禁忌词，相关的讨论被删除，热搜被压制，粉丝群被解散。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让事件冷却，让所有人遗忘。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这件事情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这个时代人们追求真相的决心。墙内的声音被压制，墙外的声音却汇成了巨浪。英国的 BBC 中文网、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都对此事进行了深度报道，分析其中的疑点和中共的审查机制。有网友在国际请愿平台 Avaz 上发起了对于朦胧讨公道的联署活动，截止到目前，签名人数已经突破了35万人。10月12号，有美国的华人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举办活动，介绍于朦胧事件，鼓励人们参与联署。他们打出横幅，写着“为于朦胧发声，向中共问责，自由属于人民，不属于红色权贵”。有网友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于朦胧事件在国内外的总浏览量可能超过了1000亿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意味着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事件，它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这就引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偶像艺人的离奇去世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甚至被认为是动摇统治根基的风暴？我想有一篇文章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就是那篇《于朦胧之死与集权统治的崩塌前兆》。文章的核心观点是，集权体制最害怕的不是暴力，而是真相，以及真相所引发的怀疑和共情。当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人们本能的反应是同情和追问，但当局的反应却是立刻封锁、删帖、辟谣，把所有的疑问都定义为造谣，把公众的哀悼视为不稳定的群体事件。这种过度的反应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和恐惧，因为每一次的维稳其实都是在告诉所有民众，这个国家机器不是为真相服务的，而是为权力本身服务的。当官方的说辞再也无法取信于人，当谎言成为唯一的语言，那么这个政权的信任基础其实就已经崩塌了。于朦胧的悲剧就像一个象征，它象征着在这个体制下，青春可以被如何窒息，真相可以被如何掩埋，个体的尊严可以被如何践踏。人们为他感到愤怒，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所失去的自由和安全感而悲哀。历史上，很多庞大帝国的崩塌往往都始于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东德的边境谎言，每一次对真相的掩盖，都在为自己的统治掘墓，因为它让人民看清了那张由控制、冷漠和欺骗编织的大网。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的八卦。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如何引发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雪崩和人事地震。我们看到民众的愤怒如何让一部精心制作的宣传电影还未上映就宣告结束。我们更看到，即便在最严密的黑箱之下，人们对真相的渴望依然可以冲破壁垒，汇聚成全球性的力量。天娱传媒和芒果超媒的未来会怎样？尹浩宇和公司里的其他年轻艺人能否平安？于朦胧事件的真相是否还有大白天下的那一天？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人们还在追问，还在记忆，还在发生，这件事就不会结束。那堵看似坚固的高墙，其实已经被撕开了一道裂缝。真相也许会迟到，但它从不会缺席。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认同我的观点，请务必点赞并分享这支影片，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后续发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理性讨论，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为真相的传播贡献一份力量。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
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